现在需要场上的一个主心骨站出来稳住，就是尤其是稍微逆风一下之后，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去打？谁能是这个主心骨？现在场上真的其实看起来，在之前比赛里一直表现还不错的是秋元，特别上一场比赛里让人印象稍微深刻。他是个发育的啊，他做不到，他前面只能哪里有钱他去吃。小 A 的话，小 A 其实上波有一波开的还不错的团，但是队伍跟不上。然后以前我们认为这个队伍当中可能需要 Fly 去站出来，但我觉得 Fly 自己现在可能也身在泥沼当中吧。截止到上一局比赛，他应该已经连续9局比赛没有拿到击杀了，这也挺难受的，对于一个对抗路来讲。所以证明他自己可能要想想办法，看看他前3楼能不能拿到对抗路英雄吧，要不然到后手他会挺难受的。看阿尔达侠的班位是给了海月、凯，然后 AG 是把鲁班大师放出来，搬了圆坦和镜，这样留了一手老虎。即便你接了鲁班大师，我能用黑青虎打，但阿尔达侠现在的状态不接，先拿曹操，做好了 AG 拿鲁班父子的准备。是的，我觉得也可以，我觉得真的可能现在 Fly 得站出来那么一下，这个队伍现在我感觉精气神上需要一点东西了。是的，哦，怎么说？直接打。父子，鲁班父子在今年 AG 用的比较少，一共用了5次全胜，他拿出来就赢，他用的比较少，但是全胜。对，他们是春天用，夏天不用。是的，看一下2W侠这里敌人杰要不要？胡朵的话可以摇摆，但是一般来讲你会拿个射手啊？那他这个位置确实是在摇摆啊。再加上是火舞，他观望一下。那 AG 的班位其实很好做，射手可以搬一搬，然后有些比较好搭的，像什么杨玉环之类的，要考虑要不要搬一搬。杨玉环，你刚用苏烈了，然后开团辅里边有张飞，硬辅有张飞、廉颇，然后软辅的话，这种墨子、杨玉环，对，偏消耗的。但感觉AG 选完这手蒙恬之后，不太怕杨玉环墨子了。蒙恬可以顶在前面，是的，可以去分割战场。那他要不要考虑把敖乙？不过我觉得无所谓啊，把阿古朵搬到发育路上去，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是，他把狄仁杰跟敖乙都搬了嘛？对，他先搬了狄仁杰，后搬了个杨玉环，看敖乙他搬不搬。黑青虎，这把忠义。他的选择还挺多的，对，因为选了蒙恬之后，他可以拿野合，他怎么都能拿。墨子把2个对线的软辅搬掉了，我觉得有可能是看2W侠前面那个开团康布，就硬辅就给你吧，你也接不上。对，给你张飞、廉颇这种，你有本事你就接吧。反正蒙恬能分割战场嘛。是的。而且这种蒙恬在对面选出火舞之后拿的，效果极好，让火舞挺难受的。其实打阿古朵也没啥问题，打阿古朵也算好打的。哦，杨戬打野，这样一来，杨戬也算一个半前排，都能分割战场。今天 AG 拿的阵容都是偏保射手的那种类型。对的，他们用的很简单的打法，对，就是最扎实的那种，就是把你打脱节了，我就轻松拿下了。戈亚。邂逅加张飞，张飞没毛病，选了个戈亚。戈亚不是很好用吧？对，之前出现过，但这种阵容一般都是前期猛进攻，就根本不能停。对，本命戈亚，就这个戈亚，如果打到那种军事局啊，你是越不过杨戬加蒙恬的。他也没有像敖乙那种直接闪现去找鲁班的能力，除非他跟着去绕后。对，他就是打强势的对线，团战好跟伤害的一个射手，但是他自保能力极差。是的。说前面可是有，这是3坨肉啊，这不是2坨肉啊，真的很扎实。AG 这个阵容，他今天这种红色方的 BP 做的，就是让2W侠有一定的进攻压力。是的。然后秋元刚才有提到嘛，他的戈亚是他选做这次年总的本命英雄，然后我查了一下，是他在今年就是登场使用的第一个英雄就是戈亚。那效果怎么样呢？但很可惜的就是当时他没获胜嘛。就整个一套2W侠选出来纯进攻阵容，从他1楼不要鲁班大师亮曹操就开始了。这我觉得总归我觉得把事情简单化是对的，就不要去搞太多的复杂的事情，就一个目标嘛。团战先切了一诺打嘛，对嘛，就是想办法绕吧，就所有人能绕就绕，正面不用待，正面你肯定过不去。正面一个人拦不住有2个，正面萨尔蒙恬的小兵，正面站多少个？正面站7个人拦着你，你是真过不去啊。对，
那点球都没那么多人拦你，有时候感觉真的在这峡谷里，这么3个人一站，真过不去了。真的是一道堡垒。对，就是包括火舞也是一样，在正面的话，轩辕、中艺、长生拉一条线，火舞一点事儿都干不了。就他们要怎么样用剑月、小 A 包括 Fly 3个人配合起来，可能要加上秋元，能越过前排，直接打到一诺身上去，感觉挺困难的。因为上一局的 combo 真的接的不是特别的漂亮，要给上压力了。上一局那个真有点轻松了。对，就感觉 AG 打的好有压力。对，那语音交流也听出来，而且他龙都不用看，你怎么弄啊？对啊，10分钟直接给你推没了。来吧，双方的第2局比赛。蓝色方济南2W侠，红色方成都 AG 超玩会。目前是第2局比赛，看济南2W侠能不能临场觉醒，给支持他们的观众一点惊喜吧。进入比赛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AG 换线了。那阿拉侠2条线都难受，这个父子换线是常态，而且我觉得济南2W侠可能没想到，有蒙恬的局换线很舒服的。是的，蒙恬前面打射手都挺好打。谁是射手？谁是射手？你告诉我，你蒙恬面前哪有射手？你手短一点的还黑不过我呢。这 Fly 的上一把是他主动换线难受了，这一把是对面换线让他难受。他也不舒服。这2把的开局，第1个兵吃不了。是的。火舞是进来看了一眼，他这个野怪打的有点慢，我试试看，咱也反不掉啊。大帅先把小的拿了，省得给你。含泪吃下自己家山豪。是的，剑月也是帮忙打工了。当然是终于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拿就被对面拿了。是的。再回来继续保持对曹操的线上压制。下路有张飞，所以戈亚的话还是可以凶一下蒙恬，但是肯定压不死，甚至他顶着你伤害就去吃第1个兵，你也没办法。哎呀，轩辕忙死了，这个手速快的。对。呀，这又让我想到一位故人，你知道？他这个护甲鞋一出，其实戈亚就已经没啥办法了。下一装备黄盾再往出一掏，而且刚鲁班7号给河道了一个沙嘴炮，刚好看到了阿古多往下走。那这波蒙恬也不会出去拼，他视野很巧妙。如果他刚刚去跟戈亚抢线，可能就要被阿古多打一波撞。大帅反踩拦住了河道的剑月，再把河道的视野抢回来。上半区的对抗，张飞没有4级的话，阿拉布侠还是很难进攻啊，还得等火舞帮不上忙。火舞张飞4级之后，我觉得 AG 才会有一些要小心，小小的忌惮一下那个 combo。但是下路一看，蒙恬到4级之后，戈亚就不敢凶了呀。是的。搭把手。哦，这把终于是红刀啊！毕竟昨天看比赛还在聊，好久没见过红刀杨戬了。是的，毕竟有个蒙恬是吧？啊，毕竟前排多，不光有蒙恬。这把嫦娥也是个半个前排嘛。是的。哦，换回来。拽回来，这个拽有点远啊。这玩一下，这就是大帅他的一些钻研的东西啊。对。但张飞有位移还好，但是看火舞的位置，感觉阿德布侠想越下了。越吗？但是中路阿古朵一个人抢线有点慢。反应啊，张飞手里确实有大招。但是这波线你护不住的话，你越不了啊。不能说生越。对啊，你生越肯定会亏的。蹲的有点久了啊，火舞。大帅尝试性的集结，这位置火舞换了个角度，因为他中线抢没有办法快速抢完赶下来。但你这样，是不是时间就是金钱啊？哎，大帅突然回跳，踩脚打了一套，小 A 状态被打低了。就现在火舞的经济只有1900，
这比嫦娥低了小400多。但没办法，下路线确实压不进去啊，除非刚才阿古朵可以过来4砸一下包，消耗一下，对，因为点完链子了，其实如果阿古朵过来，感觉4包2可能还就好打很多了。就是明白告诉 AG 我是要压你的也行。你要偷偷摸摸把线推过去也做不到。如果阿古朵当时不在中路出现，他直接下来，是的，火舞那个位置跟张飞去配合强打，我觉得是能成。没错。但是他选择在中路过线的话，那就有点难了。然后4分这波龙下路打了状态之后，阿达布侠还是没有能有机会去争。上路应该对碰了一波。2条河道。基本是被 AG 踩住了，是的，包括对抗路的那个资源分的腿，对的，也基本上都是 AG 拿的多。剑月又是这个位置，需要有人配合他，他还得护得住这波线是最好的。但是你中线压不过的话，那你去找那个位置其实没有用的，可能自己要出事儿。全体群友，没有人看好2W侠。3段1血，剑月死了，这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现在剑月兜里1个硬币都掏不出来了。张飞大招还因此被逼掉了。没错，就他去那个位置是有威胁，但是他没有其他队友过来配合是完全没用的。先看无双再扫很痛，一丝血跑掉了。有链子还能把杨戬带回来，这下路被突破了。有鲁班大师的链子在，其实中医就算出红刀也可以适当的放肆一点。主要现在就是剑月前面是裸的梦魇，他为了打架。因为对面一个蒙恬，一个杨戬，他起来的出装就会很尴尬。这个英雄现在如果不打，哎呦，顶上来秒了，连续倒2次。这个剑月的火舞已经崩了，这是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厄运专挑苦命人啊！也是阿达布侠自己的处理问题吧。如果没有人能够配合他去打下路进攻的话，他为什么要站在那个位置？他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了，我有种感觉，就上路是个蒙恬。他只能打下路，但是他们的决策又不决绝。你要打下路，你就把无双叫过去呗，你就想办法放弃一些东西。是的，扫上来，感觉小欧要死，好痛。现在再看一下火舞的经济，已经基本上他已经跟大帅一个经济了，他比小 A 只领先一点。他现在是辅助的等级，对，上路差一点没有拉回来。现在 AG 是3线都可以打进攻了。不配让我使出全力。他们不配让我使出全力，这个台词有点小小的应景。这局打得太轻松了。现在阿德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破这个局了。是的。因为对面没有太好抓死的人，然后 AG 要打进攻就是抱团了。关键阿德侠这个阵容他只能开啊，我们前面 PPT 有聊过那个点。对啊，肖打有提到这是个进攻阵容，你得配合上。是的。现在你的开团手频繁的被对手开，终于压进去，轩辕卡在另一边，就后面的鲁班父子的环境已经不能用家境优渥来形容了。就。杨戬跟蒙恬一人卡一个对鲁班7号有直接威胁的开团点，是的，其他人就算进来了，我感觉大帅那个鲁班大师都能应对。一诺现在简直舒服到，哎，这定身了，阿古朵没了，动不了，然后再拉过来逼你一个大招，大招也没了，那这高地其实高地怎么不好守啊？你这高地根本守不了啊，没技能，你咋守？奔一下，踩一脚，拽人过来。这7分，这8分钟比上把还要快啊！对的，8分钟出头要破高地了，而且要破2高。这时候不能掉人了，我觉得再掉都不是那个问题。你看，要干嘛？就有可能要一波啊！卡住位置，张飞手里没大招啊，可以打状态，龙送进来，必须得拿命上了，不拿命上要出问题。哎，这里现在根本不管3-2-1，就是打。3个人拿过来，一诺又被动还是往前扫，弗莱这边顶不住，但是加美了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，这在玩什么啊？你知道这种玩什么感觉吗？你